然后第4部分是命令工具部分，主要是利用 API 来实现一些与软件的交互，然后扩展已有的功能或者是开发自己的功能。首先呢 ，Beam-based API 提供的工具类型有3种类型，包括是 IBP Function Command， 主要就是一个简单的命令，通过重写 onExecute 函数，然后来实现这样一个命令。然后是点选工具类 IBP Point Command， 用户可以通过外部命令扩展呢，可以实现与视图界面的交互，根据点击的点来进行相应的操作。然后是选择工具类 IBP Select Command， 用户可以通过外部命令扩展，然后在视图中选择对象，然后并且对选择的对象来进行操作。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做我们的 Hello 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已经用到了咱们的 IBP Function Command， 然后我们 Hello 也就是重写了，继承了这样一个 IBP Function Command 重写里面的 onExecute 函数，然后弹出了一个 message box， 然后实现了咱们的 Hello Beam-based 这个对话框。所以说 IBP Function Command。然后呢是点选工具 IBP Point Command， 它主要呢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方法。包括在 onPost Install， 也就是我们启动工具的时候这样一个响应函数，然后还有 onLeft Click 左键点击的时候响应的函数，然后 onRight Click 右键点击，还有 onDynamic Draw 动态，也就是咱们鼠标在移动的时候需要想实现的是这个咱们这个图形构建的一些动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态响应的一些实现。然后是 onKey Down， 就是键盘按下和 onKey Up 键盘弹起的一些响应函数，还有 onTracer Change 这是咱们追踪器，还有 onExit Tool 就是工具退出的响应函数，还有 Exit Tool 也就是这个工具退出这样一个接口。点选工具呢，主要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是咱们的选择工具，选择工具其实和点选工具呢是比较类似的，其实它也是提供咱们比如说 onPost Install、onLeft Click、Right Click， 然后比如说咱们的 onKey Down、onKey Up， 还有 onExit Tool 这样的一些接口。它与咱们的 onPost 就是 IBP Point Command 的主要不同的就是它有一个选择的事件，比如说 Can Be Select， 就是可以去过滤某一个对象能不能被选择。还有咱们的 getBox Selected， 就是一些框选的响应事件，然后它会返回给你框选择的这些对象。然后还有 onClick Selected， 就是返回给你单点选的时候选择的这个对象。然后通过实现这样的一些接口呢，也就可以去实现咱们的一些想要的一些工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现的一个范例。比如说我们刚刚这是直接用命令然后创建了一个立方体，现在先把这个立方体进行删掉。然后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用我们的重写 IBP Point Command， 然后来布置一个立方体。然后我们可以跟对话框结合来实现它是单点布置或者是2点布置。先比如说我们是进行单点布置，那我们在这布置了一个立方体，或者是我们进行2点布置。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就看我们在鼠标拖拽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动态的效果，就是也是通过实现我们的一些接口，然后我们左键点击，然后最后呢这样一个立方体就布置上了。然后我们或者再点，然后我们在这儿又布置一个立方体。然后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利用我们的 Beam-based API 的这些接口是怎样来实现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cube 呢，其实这个 cube 对象还是用的是我们刚刚定义的那个 cube 对象。然后我们主要呢是做了一个工具和一个对话框。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 IBP Point Command， 然后我们写了这样一个 Place Cube 这个类。同样呢，我们是通过定义 BB External Command Attribute 这样一个特性来定义它的这个命令的名称，也是 Place Cube， 就是我们刚刚在命令行输入的那个一个名称。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了它的一些成员变量。
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 onPost install， 也就是在工具启动的时候，我们去打开了我们的对话框，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如果是单点布置还是2点布置的这样一个对话框。然后在工具退出的时候呢，我们去关闭了我们的对话框。然后左键点击的事件，我们在左键点击的时候呢，这时我们需要去，如果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会过来，它是立方体布置，就是我们在对话框里面选择的是单点布置还是2点布置。如果是单点布置呢，那我们跟刚刚那个在 Me 里面做的其实是类似的，我们需要去实例化我们的立方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它传入的这个 context 对象，然后获取到我们鼠标点击的这个点，通过它的 mouse point 这样一个属性获取到它的鼠标点击的点，然后利用这个点呢，我们给这个 placement， 给这个立方体来构造一个 placement， 也就是这个立方体需要布置的位置，然后这个 placement， 然后把这个立方体 set placement 在这个位置，然后给它按 to model。这个时候呢，这个立方体就会去布置到我们现在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呢就是单点布置。如果是2点布置呢，2点布置呢就分为2种情况进行讨论了。一个是说我们是在点击第一个点，或者是我们在点击第2个点的时候，那我们点击第一个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初始化这个对象，然后呢是需要去获取我们把我们的点击的第一个点保存下来，保存到我们成员变量 PTS 这个一个成员变量中。然后如果是点击的第2个点呢，我们需要去计算我们立方体的长度，也就是利用我们点击的第2个点和第1个点的距离，然后来定义我们这个立方体的长度。然后同样呢，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立方体放置到我们左键点击的第1个点去，然后我们也是用左键点击的第1个点去构造一个 placement， 然后给这个 cube 设置这个 placement 的这个属性。然后就是通过设置这个 cube 的 placement 的属性和 length 这个属性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在鼠标点击第1个点和第2个点之间这个长度，然后来布置一个立方体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呢，动态效果呢，这是右键点击事件。右键点击事件呢，我们现在是退出了这个工具。然后是动态效果，我们是通过重写这个 onDynamicDraw 这样一个接口来实现的。同样呢，在这个接口也会传入一个鼠标点击的点，也就是不是鼠标这个滑动的一个点，就是鼠标经过的点。鼠标在移动的时候，它会一直来响应这个 onDynamicDraw 这样一个函数。然后这里面同样是需要就是分为是单点布置还是2点布置来进行讨论的。单点布置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是在你鼠标滑动那个位置都去动态一个咱们的这个 cube 出来。如果是2点布置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2点布置，我们就也是需要就是得到当前鼠标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点，我们把这个点存起来了，然后也是用它的这个距离，然后去初始化我们的这个 cube 的这个长度。然后同样是把它放到了它鼠标第一次左键点击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需要去用到咱们的 BPViewPort， 也就是咱们视图的这样一个 DynamicDraw 的这个接口，然后去动态的绘制我们这个图形。这儿和咱们的刚刚的左键点击有个不同的就是，在动态的时候是需要动态绘制，而在左键点击的时候是需要把咱们的图形对象加入到咱们的工程中。然后动态绘制这个图形的效果就是说，我们在鼠标拖动的时候会有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动态效果。然后这个呢就主要是实现了咱们的工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呢其实就是咱们简单的用咱们的 C# 然后创建一个对话框，上面是有单点布置和2点布置2个按钮。可以看一下我们对话框的代码。首先我们是定义了 layout 这个 one point、two point 这样一个枚举，来表示它是单点布置还是2点布置。然后我们再初始化，然后是单点布置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全局变量的类，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立方体布置，然后我们把它的值定义为单点布置。然后这时候我们去通知工具来响应这个消息。然后是2点布置的时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是需要去把我们的这个立方体布置这样一个全局变量的值设置为2点布置，然后这时候去通知工具来响应这个消息。然后这样子呢，就得到了咱们的这个工具，也就是单点布置、2点布置来布置一个立方体的这样一个工具。我们可以这时候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点布置，然后点击第一个点，也就是我们现在鼠标会去获取到第一个点，然后保存到我们的对象里面。然后第2个点，我们去获取到这个点，用它和第一个点的距离来定义这个立方体的长度，然后并实现它的动态绘制。然后当我们点击第2个点的时候，它会需要去计算第2个点和第一个点的距离，然后来定义这个立方体，并把这个图形呢，然后加入到我们的工程当中，然后这样的这个立方体就存在在这儿了。那这个呢，就主要是咱们的这个工具这个部分。